师傅，现在这个碎尸案有没有可能和88年226案挂上钩？什么叫以前？1988年你在干什么？1988年2月20，还有1988年3月9号、2月7号、92年11月5号晚上你在干什么？88年割喉案的这个人一藏了整整4年。 突然有一天，被他身边的一个熟人发现他这个情况了，于是他迫不得已必须杀人灭口，但是他又害怕我们警方发现他的社会关系，找到这个人，于是怎么办？他必须碎尸，碎尸正好能掩盖他割喉的手段。请问这么想有问题吗？这么大胆的想有问题吗？我们现在查这个碎尸案，你问的全是88案的问题。因为我认为这2个案子很有可能是他一个人干的，这是一码事。干解剖的呀，还是干碎尸的？我要的是确凿的证据，不是被谁吓出来的口供。本案受害人遭遇性侵了吗？ 薛家健就不是左撇子吧？还有，88年他才多大岁数？医学院的学生，他能看出那么大的吗？我没见过你啊！我上大学那会儿，没毕业呢。什么叫个人色彩太重了？哦，您是觉得说我要并案，我是因为我这么多年心里这个坎儿过不去吗？我难道不是吗？ 魏国平，到。你怎么看？怎么看我们说的这个恶意？这样吧，我换个问法，以你自己的工作经验，在破案过程中有没有过因为这种特殊的恶意而影响你的判断，甚至判断失误？ 对不起，我没有听清，你是有还是没有？有，很好，承认自己有，就是消除恶意的第一步。魏国平很真诚，也很勇敢。说一个警察是不是勇敢，那还不光是要看他是不是奋不顾身、不怕死。 还要看他敢不敢于直面自己的内心，敢于打破自己的思维定式，推翻自己，否定自己。因为人要做到否定自己，这是最难的。这个过程非常痛苦，很折磨人，一点都不亚于那些没日没夜的蹲守、大海捞针的排查、流血流汗的抓捕。作为警察，这是我们必须完成的一课。你要是做不到这一点，对不起。 可能你还不是一个合格的警察，因为我们破案，不是为了证明自己是对还是错，而是为了追求真相。为了这个目的，没有什么是不可以推倒重来的，包括那些自己认为是确切无疑的东西。只有你敢推翻它，才有可能更进一步的接近真相，而这才是我们工作的本质。请大家都记住这一点。 没有真相，就没有正义。好了，言归正传，现在来谈谈我们今天的主题：刑侦的方法与手段。军儿，把薛家健的资料拿过来。好。他的指纹不匹配，假设他有同伙。假设哪有什么假设呢？咱办案不能靠假设吧？假设什么呀？咱们讲究的是证据链，证据链呀！什么呀？证据链这么完整，你去拿什么假设呀？你有证据吗？3对的。头。 之前，因为这个我个人的一些原因啊，一直是要把88年的旧案和我们眼前这个碎尸案并案侦查，甚至坚持地认为说薛家健就是这个案子的凶手，哪怕说证据已经摆到我眼皮子底下了，我还在这钻牛角尖，确实害得大家是跑了不少弯路。对不起大伙儿，我给大伙儿道个歉，对不起啊。头
头儿，你别这样，头儿，别这样。没有。现在啊，我们3队内部，我们先把这个事儿分清楚了，就这俩案子不是一回事儿。薛家健呢，还是以性侵为方向，这个另案侦查啊。那碎尸案呢？从现在开始，大面积进行指纹的采集和比对，深挖与爱情的社会关系。一句话，咱们从头再来。是。随着小汽车保有量的不断增加，老板，蔬菜来了。哦，来了。成为大家日益关心的话题。那么记者今天在街头走访时啊，就遇到了这样的一幕，让我们跟随镜头一起去看一下。你好，先生，请问刚刚是不是您的好？别拍啊，别拍，人给他走了。你好，先生，请问刚刚是不是您先闯的红灯呢？哪里的呀？不要拍了，关了，就要关了。老板，我从这边开过来，哎直接就蹭到我这儿。警察同志，吃饭啊？你是这儿的老板蒋广善吧？是。啊，我们是派出所的，过来采一下指纹。采指纹？你不用紧张啊，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工作程序，麻烦你配合一下。哦，您稍等，我手上全是油。行，我洗个手啊。近日，全省公安系统的培训活动在我市举行，来自13个地市的刑侦骨干们汇聚宁江，举行为期10天的活动。你还挺关心咱们宁江新闻吧？讲座等多种方式，好，旨在这就开着听个响。业务水平，进一步规范刑侦。您看这是要怎么弄？我看，你这手怎么了？就前2天给割伤了。哦，能取下来吗？能啊。哎，好了，行，你这样先采其他的吧。你记一下啊，右手拇指受伤，反采。好嘞，是怎么弄啊？是不是最近有什么大案子啊？嗨，哪有那么多大案子？这就是正常工作。是，不该打听别瞎打听。哦，记着等那个手伤好了以后到所里来把那个指纹补上，好吧？哦，好，一定。所有人都采啊？啊，每个人都采。来，这儿签字。好嘞，签这儿啊。那行，老板，那就没事了啊，你忙吧。好嘞，我走了啊，再见啊。哎，再见。慢走啊。进一步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。回来了啊，给你查过了，那王德发呀，在里面有立功表现，所以提前释放。有什么？立功啊？谁？王德发，救人。监狱我都给你查过了，确有其事，而且这个符合这个减刑的标准。哎，你这不吃啊你？哎呦，这忙活你这事儿都饿坏了我都。那怎么能这么巧的？就是我妹妹住哪儿，她住对门呢。房东我给你查了啊，按说跟他签合同呢是另外一个人，说是什么远房亲戚要来住，这亲戚在哪儿？没找到，外地人，根本就不在宁江。
这放多长时间了？这都拖成这样了。一个大老爷们有本事冲我的哥来啊！啊，就干咱们这行的啊，想冲咱们来的人还少吗？你跟他们置气置得过来吗？要我看啊，给咱妹妹搬个家算了。往哪儿搬？这节骨眼上，你这房子说找就能找着？而我妹妹那腿脚，搬一次家跟要她命似的。也是，哎，要不这样，让她住我那儿去，让你嫂子照顾她。也算了，这姑娘还上学还考试呢，而且小霞现在这2年被社区照顾的还行，你一换个环境，给别人添麻烦，她自己心里边也不落忍。也是啊，我那姑娘最近小升初，也挺忙的。哎呀，二哥呀，你说怎么就没有一件事儿顺着？虎子爱营、薛家健也是，都不是碎尸案的凶手，也跟这个88案也。一切打回原点。总觉得他还会再跑，东西没扔完，肯定还能再跑。他只要是再跑，咱们就能逮着他。这么想就对了，只要有线索，哎，不愁查不着。那你说问题怎么就能这么巧呢？我说王德发，小霞搬哪儿他去哪儿，怎么就能这么巧？你绕回来了，你是。哎，你要实在不放心啊，我去跟那辖区片警打个招呼，让他们盯着点，刑满释放人员盯紧点也应该的。假公济私了。行了，这事儿就听我的啊。行，放心吧。不是，哎，你怎么就能这么巧呢？我说抛尸那人，哎，为什么我们刚到医学院他就跑那儿抛尸？为什么薛家健刚用完那间教室他就扔到那间教室里？你说他是冲着我们呢，还是奔着薛家健？这事儿我也琢磨过。哎，要想做成这件事儿啊，必须得满足2个条件。第一，熟悉薛家健，而且必须了解薛家健的犯罪事实。第二，必须得了解咱们警员的行动。医学院都盘查过了，所有人员全盘查了，没有可疑人员啊。那就说明盘查错了呗，他就不是医学院的人呗。不是医学，但是还得跟薛家健有关系。这个熟悉薛家健，而且陷害的和他有仇，不是还不是这个薛家健社交圈子里边的人？有这样人吗？二哥，可能我们需要想一想，所有薛家健案件当中涉及的受害人的社会关系的全部信息。可能这是破这个案子的关键。刘什么？没吃饭呢你？里面的人出来一下，有没有人？我建议他们啊，必须得上进口原装漆。一定一定。你好，你还记得我吗？你谁呀？咱俩上回见得7、8年前了吧？你想想，那天下雨，晚上。
怎么找着我的？你看您还是有钱人，还是这么显年轻，7、8年一点变化都没有。你怎么找着我的？您不是出车祸上电视了吗？我就挨个汽修厂巡了一遍，今儿能找见你，说明咱俩有缘分。你找我想干什么？跟您说实话吧，我就是手头有点紧。要钱是吧？我保证就这一回，真是有急用啊！谁找？够了吧？我跟你说，这条狗这个是这么多钱，你知道吗？谁找？够了吧？我跟你说，这条狗这是这么多钱，你知道吗？我刚说什么来着？啊，7、8年前的事，你现在说出去，有人相信你吗？我给你这些钱是因为你刚刚说的缘分2个字。我告诉你啊，以后别再让我看到你。你让我看到你的话，我保证让你死得很难看。来了，记住。那个人谁啊？来个要饭的，你认识啊？不认识。走吧。好，快来吃吧。开饭，开饭，该凉了。怎么样了？指纹提取已经完成2个片区了，剩下的也已经在催了。啊，那个漏采名单给我看一眼。好。给。哎。哟，有熟人啊？谁啊？哎，不重要。蒋广善。
门了。一会儿到了那个学校，你呢负责这个。干嘛呢？谁是？薛家健性侵的受害者，我正想办法让他报案呢。很报呢？哪那么容易啊？需要二叔帮忙？那不用，你们要进去了，人更不放松了。哎，不是，干什么？不找，不给你们的，给人姑娘的。你跟他熟啊？要么怎么说你们这帮大老爷们儿有时候脑子里就只有案子，跟不同的人沟通要用不同的方式。哎，学着点儿。先吃点东西。还有喜欢吃的吗？不用了，谢谢。没事儿。考虑的怎么样了？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，但你想想，你如果不站出来，可能还有更多的受害者。嗨，你二嫂每次想花大钱的时候，也用小礼物贿赂我。好使吗？好使妈，我妈去了。小张同学是吧？啊，还是上次那个事情，对于爱琴，你们俩不是一个宿舍的吗？想了解一下他的这个其他的一些情况。上次我都说了呀，我知道的都说了。对，主要是我们这个事情有点复杂，还是有些新的信息呢，想跟你再确定一下，也看看你有什么能提供给我们的。你别紧张，好吧？咱们就当聊聊天。来，随便聊，知道。就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就行啊。来，大的，哎呦，谢谢。小时候最爱吃这个。别客气，来。哎，有热水吧？有。好，对，倒点热水。你给我换个颜色。啊，你不吃吗？你这种老式口香糖色素太多了，我就不吃了。老了。你老了，我岁数比你大多了。看姑娘，喝点热乎的啊。谢谢。那你们年轻女孩现在都喜欢什么呀？不同的人不一样吧。像我就比较喜欢看电影。哦。有的人喜欢滑旱冰，去歌舞厅的也有，但不多。学校不提倡孩子去那些场所，是乱，也不安全哈。于爱琴喜欢什么呀？他平时在宿舍里，除了吃饭跟打水，跟我们交流很少的，基本上就是听歌、看书这样。他外出吗？如果他外出，他会去哪儿呢？这我不知道，但他出门都会化妆，而且穿的也很好看。但他从不会告诉我们去哪儿，我们也不好意思问。你上次那个同学说猜她有男朋友，她到底有没有？可能吧，反正谁也没见过。也不好奇是吧？也不问问。这有什么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花园。哟，你听人大学生都会说话，秘密花园。回去我督促我姑娘，让她好好学习，争取考上大学。哦，对，我记得有一次她在被窝里哭，还挺伤心的。不过我以为她是想家了，就没有多问。什么时候？好像是放寒假之前吧。对，具体时间我记不清了。她有这个夜不归宿的时候吗？
案子，你知道什么就跟人说什么。他偶尔回来会晚，但夜不归宿只有1次。都是成年人了，这应该不是什么大问题吧？当然，哭之前，哭之后。之前，对，好像是之前。之前。我觉得你再想想，就是跟他接触当中有没有什么表现异常的地方呢？他平常不太跟我们交流，所以我也不太清楚啊。是，这也是难为了，是吧？行了，那个想到什么了，你就随时联系我们。好。好。哎，那个薛老师到底犯了什么罪啊？他真的是坏人吗？他们不是还没有开这个解剖课吗？下学期。那你怎么认识的？他平时上课还挺受欢迎的，我们偶尔会去旁听。好，没事。你回吧，你先。谢谢同学啊。干什么？变色了吗？你以为真有色素啊？你真行。我给你倒杯热水。不用，走了。哎呀，这就叫代沟。辛苦了啊。那，这是于爱琴的戒备记录。他还挺好学的。别人呢？啊，他经常来我们这儿借书。坐哪儿啊？总在那个角落。文文静静的姑娘，头发黑直的，总是低着头戴着耳机看书，要么就是写东西。你在写什么呢？厂长跟几个副厂长都已经明确表态了，高秀莲那边由他们来安抚，后续也不会再来打扰我们。看来这赵公子还真不是徒有其表。这么大一个见面礼，胃口肯定也小不了。不管他什么胃口，入了咱们的席就得按照咱们的规矩来，按计划行吧？好。你懂红酒，去准备几箱你觉得好的。麻烦过一下。好，谢谢。哎，干什么呢？小心点，不是？别碰了！不是保护现场，不知道吗？新来的同志，你再把人吓着。没事吧？我第一次见尸体的时候，我差点没吐了。跟2月26日那起有关联吗？致命伤是一致的，利器切割喉咙。从伤口的走向来看呢，也都是左撇子干的。还有，死者都经历过性侵。上一起案件的受害者头部有钝器伤，指尖里
残留有凶手被抓破的皮肤组织，跟这一次还是有不同的。那也不能排除不是同一个所为，没准上一次罪犯啊作案的比较仓促呢。如果真是同一个人所为的话，那他这一次准备的更加充分，性侵时还特意戴了安全套。他是八万人，保卫科双雄的思路够一致的啊。排查的怎么样了？哎呀，别提了吧，摸排了3天了，哎呀，啥也没有，连个毛都没摸着。你说你是怎么说话呢？你比这个国平早入警队，就这态度啊？国平，不学他，你稳点啊！我很稳。来，师傅，我再给您添点。以后不能叫我师傅了，你现在有正经的师傅了。那不正经的不也是师傅吗？来。反正我是电机厂出来的，我也是您给培养起来，我才当了警察的。哎，所以您一辈子都是我师傅。您知道现在公安局的人跟我们俩叫什么吗？叫什么？保卫科双雄。哎呀，得了吧，这是什么好话呀？啊，不是好话是啥话？这小屁孩，大人说话你插什么嘴啊？回去学习去啊！来，把这个干掉。还是国平哥好。你呀，你就这么惯着他吧。我跟两个说呀，这个人啊，得赶快给他抓着。现在宁江市都传疯了，说咱们宁江来了一个割喉的恶魔，整得人心惶惶的啊。这个人吧，虽然选择的地方都是荒郊野外，但是那周围的都是什么厂矿企业，这样的地方，单独的女工进出的情况就比较多。否则啊，他也摸不着这些受害者。你说咱厂区南边这个废料堆会不会有什么危险啊？没事儿，爸，只要不下雨就没事儿。这跟下不下雨有啥关系？因为下雨的时候，他作案就没有痕迹啊。下这么大雨，你们干什么去？巡个逻嘛，没事儿啊。我哥和国平哥出去抓坏人。你换衣裳干啥呀？我跟你们一起去。你好好学习去，想要当警察，先考上警校啊！警校没考上了，那能行吗？去，回去。走吧。走了吗？今天注意点啊！能不能抓着坏人，还得看运气呢。小心点啊！哎，多长时间了？哎，注意安全啊！从那边走，我从这边走，咱俩到里面汇合，好吧？好。
92年系列杀人案，简称88案，受害者全都是年轻女性，生前遭受性侵，死亡原因为利器切割喉部。凶手选择在居民区或者矿场附近的偏僻地点作案，作案时间选择在雨夜，以此来掩盖作案痕迹。从受害者伤口判断，凶手是左撇子，作案手法残忍熟练。92年，凶手在最后一次作案后突然消失，至今下落不明。嫌疑人有没有脱离你的视线？你比陈山和童振距离嫌疑人更近，但你为什么晚到了？我睡了多长时间？满打满算也就不到10分钟。中了大奖了。要不你再眯会儿？睡不着了，神经衰弱就这样。那你得多难受啊！我值个夜班都得缓好几天呢。这些都完事了吧？今年能调到的重大刑事案件汇编都在这儿了。这是女性受害者案件，这是男性犯案人员案件。卫队，后半夜冷，你自己注意点。好。你会先走吧，到时候我把电闸拉了。那行，你慢慢看。后来了，小班。来了，超。哎，卫队。卫队，那个兰园抢劫案在哪儿呢？刚才抓了一小子，好像就是正主。东边左手第3排，628、629那一块。0628。我记得当时一共报过3起吧？第3起没法并案，0928那块。你蹲下来。右手边，928，你看看。为啥呀？因为头2起都是一脚踹门而入，第3起不行，一扇门上6个脚印，无论是破门方式还是力度，都跟前2起不一样，所以没法并案。哦。就服你。怀中市428强奸杀人案，受害者为中年女性，生前确实遭到过性侵，但是经过尸检发现，致命伤在颈部，水果刀穿刺而成，而且还有多处的反抗伤，可见凶手暴力侵犯的力度并不大。所以不能和88案并案。结婚的东西啊，这套也很好，你看这套。这结婚啊，就是要喜庆，红红火火，顺顺利利的。当然了，哎，不错不错，我试试，驾照也要拿好的啊。不错吧？小雅，小雅，小雅。刚从香港打的货，全您家，就我家有。哎呦，小雅，你在这儿啊？那个床单被罩多喜庆啊！你喜欢啊？老板是吧？哎，拿双37的。哎，马上给你扒啊。挺好看的。
回头，没醉啊？阿福真稳。废话，快50了还是老侦查员，还有谁比我稳？什么时候到？话说就快到了吧？过来到底玩什么呢？枪啊、药啊，还是水货呢？活来得及，就在场上。等会儿，等会儿。啊！都听好了啊，瞅准了再泼，别惊着群众，别碎了东西。听着没有，汤儿，说你呢。得了吧，汤儿，上次那不还是你？上什么次？上次，这次说你呢，你得注意，别大锅饭，谁砸谁肥。好嘞。吴老子，不用找了。几位大哥，玩游戏啊？老板在吗？老板没在。哎，干什么？老板不在，老板不在。别动！警察！起开！走，走。别的单位啊，都有什么工作手册什么的，你们领导估计也没这文化水平。来，抬头，看这儿，治安管理处罚条例，一会儿啊，一人给我抄一份。我告诉你们，脑袋掉了，碗大的扒了。我孟三儿也不是面捏的，今天你们要抓要关，看着办吧，反正我啥都不知道。场子都清完了，喊什么呀？都是你的人，喊给谁听呢？给我听啊！我说魏队，您老人家就别折腾我行不行？这半天了，生意都黄了，我也得吃口饭呀。你吃饭那家伙在你肩膀上牢靠吗？不是，孟三儿，你为什么跑？我知道啊，你要不要自己跟我说说？我什么都不知道啊。那你知道我外号叫什么吗？当然知道，
为无期呀。哦，就是您老人家办的案子都是从无期徒刑起跳。那你要不要琢磨琢磨，再重新说一说呢？我真啥也没干呀。你在这儿跟我说，我能帮你什么？你心里清楚。你现在不说，我带你回去说，性质就变了吗？你要不要重新琢磨琢磨怎么说？别给脸不要。是不是广州那事儿？继续。这是我对天老爷发誓啊，跟我一点瓜葛都没有。我不去，他们非得让我去。我就跟那几个广州人碰了一杯酒，我啥都没说。跟你没别的关系啊？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你要想去，我都能带你去。你知道他们住哪儿啊？知道啊。提你好使吗？好使啊。链哪儿买的？借我试试呗。这金的。哎呀。不带脑子呀！一天到晚给我丢人。你刚才不也把碗打碎了吗？谁也别说谁，你和你师傅还有你师傅的师傅，一个样。我交钱了。这帮人挺会挑地儿，这饭店适合抓捕。欢迎光临，请问先生几位？自己不会数啊？山无敌。你好，这边。挺横啊，香吗？前面就是珊瑚天。我行了，妹妹，你先忙你的去吧，不用管了啊。孟先生是哪位啊？我们老板要孟先生一个人进去聊，剩下那些兄弟安排隔壁包间喝茶。还是信不过我孟老三的啊！行，喝茶去。好嘞，大哥。这边请。哎呦，兄弟啊，真家伙呀！哎，你们那边什么价啊？给我们弄一批呗。你干嘛？profile from a sample that's 10 thousands times smaller. 哎，停电了吧？
病啊？为这点事儿值当吗？闹什么幺蛾子啊？老头，你到底喜不喜欢我呀？你不这破玩意儿干什么？我干活呢。轻点，轻点。慢点。哎，你弄我。好了吗？绷这么烂。清凉油抹眼睛，亏你想得出来。挺大人了，能不能别天天我到哪儿你到哪儿？净给我添乱！我今天过生日。我不就是喜欢你吗？怎么就那么难啊？你赶紧找一个你合适的人，你赶紧嫁了，我觉得挺好的，别在这我耽误功夫，啊！你好好的呢，咱俩能当哥们儿处着，你就这么闹，咱俩这辈子只能老死不相往来。那就老死不相往来。老头，你是不是嫌弃我？他有没有伤害你？没有。你确定吗？我确定。没有。把袋子给我留。梅国平，我再也不理你了，我说的是真的。临江医学院站下车。出租车。坐车吗？不用了，谢谢。我市气象台在凌晨2点发布了暴雪蓝色预警，
今天6时，我市迎来了近10年来最大的降雪。到明天14时，宁江市将持续雨夹雪，降雪带来的降温和冰冻天气可能会影响您的出行，希望市民合理安排出行。没什么大事啊。卫队，你可来了！怎么了？出大事了，不然不可能惊动你们。来，让一下。没什么大事，你要支持一下，时间不会很长的，好不好？互相配合一下。包所，往后退。这是我们豆芽桥所所长包维强。大家好，来了啊。情况是这样。今天上午5点15分，我们辖区的一个环卫工人到所里来报的案，东西呢就是这垃圾箱里发现的，现在就在他家里搁着呢。什么东西？去看看吧。走，来走。来让一下，让一下。这是什么肉？疑似部分人体组织。据负责这一片的清洁工讲，昨天晚上干活的时候，他在垃圾点里发现了一个黑色的塑料袋，包裹得很完整，不像是一般的生活垃圾。因为以前也有人经常把食物不当作垃圾扔掉，所以他就把垃圾袋里的冻肉拿了回来。回到家里，他烧了水，打算给肉解冻，结果就发现了人的牙齿。二哥，2个组，3件事，把今天所有咱们到场的警察都分成2个组，让咱们刑警做主导。第一组把外围沿途所有的住户都摸一遍，问问他们说从昨天晚上到现在谁在这扔过东西。第二组把你们辖区内所有的这个垃圾箱赶紧封了吧，一个一个查。他们所周边的这个4个辖区派出所，一个都别漏。明白。卫队，又冒了。哪儿？
四坡路。3队上车。同学们，因发生重大案件，今天的课暂停一次，大家自行复习啊。陈勇，去那边看看，了解情况。好，你跟我走。大姐，麻烦问一下，那段垃圾什么时候清的？我们一般是早晚各清理一次。人命关天啊，希望你认真配合啊。你这有什么其他情况，你也可以跟我讲，我不跟你领导说。什么时候清的？我前2天滑了一跤，在家里歇了1天。所以哪天清的？前天下午刚拉走了一车。前天24号。好，哎，连去吧。来，24号，那就是24号夜里和25号抛尸的可能性最大。这2包尸块应该只是一小部分，至少还有60、70斤不知道在哪儿。二哥，那我有没有可能把这个时间线再往前拉？比方说23、24，假设都有可能有人抛呢？那如果要这样的话，那时候抛的会不会现在已经进垃圾处理站了？很有可能。那这垃圾这个，老包，就整个咱们这一片这个垃圾啊，一般是归置到哪儿？哎呦，真是，这样我赶紧安排人去问。赶紧。这个包明显比高架桥那个包要重得多。如果那边那个包可以手提着，这个包恐怕拎不了多远。所以我怀疑凶手有交通工具，至少是个自行车。咱这么着，假设是豆芽桥、四坡路，往西颐和南路，往南华中路，这是分进路是吧？对。抛尸案的特点一般是越抛越远，近的用手提，远的用交通工具。那豆芽桥这儿有可能离案发地点更近。咱们这样，往前推，时间拉长啊，5天。你们去打听所有刚才我提到这些路段的夜巡民警，值班的时候谁看见推自行车的可疑的人，尤其是后座或者踏板上有包的，明白吗？3。情况怎么样？结合刚才豆芽桥的，基本上是可以确定是人体组织，但是具体情况呢，要回化验室才能确认。你回化验室那是肯定的啊。你现在就是说，在假定的情况之下，你能给我什么？你估计大概时间紧迫。根据牙齿的情况，可以判断是个年轻人。有多年轻？15到35岁之间。点太快，你给我收点。不是，他这里面是有一个生理差异化的问题，我们需要考虑。收。根据我的经验判断，20到25的概率最大。性别？这个是真不知道，我们现在掌握的证物太少。好，明白。谁让你来的？水库看好了？是。对。目前什么情况？今天早上，你讲。是，碎尸案，目前只发现了豆芽桥和这儿的2包，剩下的都没有找到。附近4个派出所，除了留下几十个人挨家挨户排查，剩下都撒出去翻垃圾箱了。这样啊，现在这个案子呢，就由你来指挥。是。
你怎么的？还想继续看水库吗？三队同志呢？三队的，过来过来。三队的同志，一人进一个队，带领其他同志熟悉一下情况。别愣着了，行动！是。咱们去那边。现场的痕迹破坏的比较严重，我们能掌握的也只有这些。廖局，哎，老顾，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在宁江组织学习的省警校刑事侦查学教授吴克，我们认识。好久不见，老吴。日子过得真快啊，10年了吧？开始吧。目前掌握的线索非常有限。死者是谁？死者的性别、身份、案发的时间、杀人的现场在哪儿？分尸的地点又在哪儿？这些对我们来说都是一概不知。再加上外面，现在这个雨是断断续续下个没完没了，现场痕迹的保存条件呢是非常差，这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我们破案的难度。这样吧，我们先请省警校的吴教授拓展一下我们的思路。吴教授，我看还是先听听年轻人的意见吧，他们的思路比较开阔。你怎么看？就是你。命案第一步应该先确定死者身份信息。那我们这是碎尸，比较麻烦，只找到了很少一部分尸块，所以我们现在应该找到剩余的大部分尸块，拼接一下。另外，同时呢，全市拉网，看看最近失踪人口情况，逐一核实比对，找到死者身份信息，再找他的社会关系，从内往外，核心到外延，这样的话应该离这个凶犯就不远了。还有什么补充的吗？细节肯定还会有很多，但是大方向跑不了。果然是办案经验丰富的老刑警，难怪你不用上我的课呢。这个案子的非常之处就在于，受害人不仅被分尸，而且尸体经过了高温蒸煮。以我们现在的技术条件，哪怕是我们在最短时间内找到了所有的尸块，也很难在短时间内迅速的比对出我们需要的受害者身份信息。那吴教授，您的意思？改变传统的由内向外的方法，用由外向内寻找尸源，当然是要继续做。可是现在不是工作的重点，重点应该是在宁江的周围布上一张大网。您是说要设卡是吗？对，不是。设卡的前提是我们应该先知道嫌疑人是谁，对不对？你现在鱼都不知道是谁，你就结这个网，你往哪儿撒？能不能先把嘴闭一下？听之前吴教授怎么说？哎，他说的也对啊。单是设卡的话，那真是像大海捞针。但如果我们在织网的同时，想尽一切办法把这条鱼赶出来，那我们就有可能变被动为主动。各位领导同志们，你们想啊，如果这罪犯没跑，在家里边，咱们可以直接把他给堵在家里。如果他耐不住性子要逃离，在这种仓促逃离的情况下，就是即便咱们抓不到他，这也会留下大量的痕迹，还有线索，是吧，吴教授？好啊，不是，那我们这个尸块还找是不找？谁不让你找了？不是老魏没说不让你找，是吧？咱们现在是主要找主攻方向，要分个主次。我分得清主次，我听明白了。我们找尸块这肯定是次的，问题是次的，你们能给我多少人？谁说你是次要的了？你听人家把话说完行吧？我认为首先我们要满足这个排查、设卡的警力布置，剩下的全都给你。那可以。好啊。宋哲，说一下人员具体怎么安排的？是这样，我们全市干警现在能动用的不到200人，我这边要是拉网排查，最少需要150人。我那50也给你算了呗。真的，200人设卡拦，然后人没到的时候，你们直接把那个垃圾箱替我也翻了，不完了吗？哎，你干什么去啊？我会没开完呢？不是，
这个会我看明白了，我要再开下去的话，我3大队的人都保不住了，对吧？西瓜反正已经有人捡了，芝麻你们还捡不捡？芝麻不但要捡，一粒都不能给我少，知道吗？3队保证完成任务。哎，干什么呢你？人家毕竟是省里来的专家。是啊，宋哲在就够了，我们不做别的工作吗？怎么样？各居民点垃圾箱都没有发现新的情况。咱不管他那个，我们干我们的，找石块还是第一要务，所以垃圾中转站必须得找，再不找来不及了。几位领导，我问一下啊，因为每天离开咱们泥江的人比较多，我们怎么才能迅速判断出谁是凶手呢？这种程度的分尸，其实是很难办到的。因此，我们怀疑这个凶犯他应该具备有相当的外科手术能力的人，或者是有宰杀牲畜的经验。他还需要独立的、可以操作的空间。找个人捎给我师傅。就说这是我补充发言。好，走。就咱们3队，一个都不给多配，他们那么多人，凭什么呀？凭什么？人多也不一定就强，是吧，二哥？你别说150、200，你2000、2万个人给宋哲，他也不见得能逮着嫌疑人。有的时候，真理往往就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，对吧？是对。走吧。你们干嘛的？你好，是刑警队的，把你们这个垃圾车停运一下，我们要检查。检查？没接到领导通知啊？那我们现在就通知你。你们几位真的要搜这脸？是。确定吗？确定。真的？真的。这我得劝你们几句。哎，您就开门吧。不觉啊！你们分局刑警队到了吗？都到齐了。哎，不觉，卫队跟省里的专家杠起来了。谁瞎传的这闲话呀？啊，查案的消息要这么灵通就好了。顾局，听说省里的专家要插手咱们的案子。不会吧？我们的案子让别人插手，这太不合适了呀！胡说八道什么？你们不是来办案的？顾局，大伙儿都要去支援卫队。对，到底要搞什么？你们？顾局，这是卫队长交给您的。发动各单位、街道、居委会自行核对失踪人口，缓解警力问题。夜巡干警很有可能有人看到过抛尸者，重点询问。我强调一下啊，从现在开始，所有的行动要服从统一指挥。啊，是。哎，廖局，
啊，老顾，有事吗？有点事跟你说。你说说这个魏国平啊，这前段时间我刚刚向上级汇报过干部考察的事儿，这混小子今儿就给我来这么一出。你说说，让上级领导怎么看待咱们选拔干部？难道就让他们看现在年轻人敢在专案组的会议上和领导叫板？哎，是，这种行为确实不应该鼓励。哎，对了，垃圾场那边有什么消息了吗？还没有。廖局，任何侦破工作，除了严谨缜密的刑侦手段，运气也是缺不了的。做，就他那运气，完了啊！我走了。这里边能有石块啊？我刚才不是说了吗？全下口区5天的垃圾都在这儿了。从侦办逻辑上来讲，这个地方肯定会有发现的。这么变态的凶手哪有什么逻辑啊？谁告诉你变态就没逻辑了？那88年那个案子凶手不就没什么逻辑吗？那吴教授还让我琢磨琢磨说这个陌生人作案的可能性，你说这不扯淡呢吗？人家是专家，你就和我一样听着不就完了吗？专家也不能太偏心眼了呀！你看人家宋处兵强马壮，你再看看咱这边这什么呀？这是，哎，咱们还叫哀兵必胜，咱们以少胜多，好不好？好，加油！加油！